屏住呼吸，一口气带你看完今年最炸裂的科幻美剧《边缘世界》。它由诺兰夫妇倾力打造，被称为头号玩家的升级版，一如既往的高科技、未来感，外加赤裸裸的重口味。不敢相信这就是2032年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科技的高度发达让游戏体验迎来质的飞跃，在全息游戏里打怪挣钱成为新的选择。只不过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伯顿是个人菜瘾大的弱鸡，而妹妹弗琳则拥有异于常人的游戏天赋。这天，哥哥借着尿遁又一次让弗琳代打游戏。随着弗琳戴上眼罩，眼前正展开一场激烈无比的枪战画面。他淡定指挥队友们互相配合，原本被逼入绝境的游戏角色瞬间上演了绝地反击。弗琳不仅打通了关卡，还顺利找到了隐藏奖励。You can send the money to my phone. You're welcome. 随后，弗琳骑着自行车赶往工作的3D 打印店，却意外收到一个神秘包裹，似乎是一家哥伦比亚公司寄给哥哥的游戏设备，唯一要求是必须让弗琳进行虹膜签收。回家后，弗琳追问起伯顿这个装备的来历，原来他早上帮忙通关游戏，让伯顿成为新游戏的体验官，而所有的玄幻部分都将从这个神秘设备一一展开。他没有外接游戏装备，无需体感设备的支持，更不需要配合多余的运动，完完全全只靠脑机接口。最劲爆的是还有高昂的测试奖金，这甚至让弗琳都忍不住跃跃欲试。在伯顿的帮助下，弗琳闭上双眼进入到游戏世界。这身临其境的感觉简直让人叹为观止，伸开手掌竟能清晰感觉到强风穿过指尖，随着摩托的驰骋地上还浮现出光标指引。弗琳正进入一座赛博朋克的璀璨之城，大脑中忽然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，她警告弗琳这将是从未有过的真实体验，当然也包括100%的痛苦还原。按照指示，弗琳来到了游戏里的白金汉宫。随着角色的离开，炫酷机车瞬间化为粉末，而迎接她的是2位高智能机器管家。她报上自己的角色名称并成功登录。弗琳一边感受着新身体所带来的超强体能，一边期待着即将来临的激战场面。然而这次任务的目标却是眼前打扮艳丽的妖娆女人。对付这样的冷艳美女，弗琳同样自有一套，很快就通过幽默的谈吐将女人逗得眉开眼笑。来了兴致的女人手指一挥，瞬间将周围的嘈杂切成了静音模式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消音立场可太方便了。就这样，弗琳成功俘获美女的芳心，并受邀踏上了对方的座驾。趁着女人投怀送抱展开激吻时，脑海内的声音再次发出了指令。他偷偷从口袋拿出一只玻璃药瓶，打开后送到了女人面前。对方瞬间昏迷，失去了意识。下一秒，机器人司机猛地抓住弗琳，一把将她拖到前排，展开了无情的攻击。反应过来的弗琳手脚并用，硬是凭借矫健身手反杀了司机。夺取控制权后，他一路将车子开到了指定地点。墙壁犹如窗帘一般自动打开，而出现在眼前的女人正是弗琳脑海中声音的主人，也是负责接待她的 NPC 艾丽塔。然而艾丽塔却声称知道冰翼是个真人，而且剩下的寿命已经不超过10年。这莫名其妙的话显然让弗琳无法理解，只不过她还来不及多问，对方就断开了弗琳的链接。回到现实的弗琳仍是意犹未尽，似乎还沉浸在无与伦比的真实感中。而更让两人激动不已的是，游戏公司已经将丰厚的酬劳转账过来，这足够他们一家好几个月的开销。一脸兴奋的弗琳正准备起身，却感觉天旋地转。看来游戏设备对神经系统存在一定的负担，不过对于高昂的奖金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弗琳来到酒吧找到要贩子，然而对方看到他递来的现金却并不买账，因为这点钱只够买上1颗止疼药。好在哥哥的朋友小黑赶来帮忙，遇到这种不要命的家伙，要贩子也只能乖乖认怂。回到家的弗琳发现哥哥正忍受剧痛的折磨，看来他又偷偷将自己的止痛药省下来留给了母亲。其实伯顿现实中并不菜，他是海军陆战队处决侦察营的退伍老兵，身上的神经植入物可以与战友进行联网实战，但却会导致脑外伤以及肌肉剧痛。然而更严重的是，家里还有一位身患脑瘤的母亲，因为压迫视觉神经，如今已经双目失明。母亲的止痛药非常昂贵，所以他们一家只能住在偏僻的兰吉山脉。弗琳每天仅靠一辆电动自行车完成跨江通勤，而这款新游戏似乎成为了全家的出路。第二天，弗琳再次带上脑机，准备开启一场愉快的赏金之旅。然而一睁眼却看到触目惊心的手术设备，几名医护人员正要取下他的一只眼球，而一旁的艾丽塔却淡定表示，这就是2-3个小时的简单手术，连麻药也不用打了。不过你想要大叫或者退出游戏也无法办到。此时伯顿还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弗琳正剧烈抽搐，而当他再次醒来，已经出现在一辆汽车的后排，通红的左眼正来自于那位被绑架的美女。显而易见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虹膜扫描进入美女所在的研究所。经过层层安保，两人的电梯急速下降，眨眼便来到地下100米。很多弗琳从未见过的东西出现在眼前，甚至还有一头巨大无比的鲸鱼翩翩游过。最后电梯停在了地下95层，艾丽塔带着弗琳进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地带。水帘之后是一个锥形的读取装置，艾丽塔询问弗琳是否准备好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动权。随后她又一次将眼镜凑了上去，但这次却大不相同。艾丽塔让弗琳用自己的眼睛接受数据，一瞬间庞大的冲击让她难以承受，身后的艾丽塔却死死控制弗琳，让她全部接收了下来。而就在此时，通道内一名杀手已经闻声赶来，在艾丽塔的指示下，弗琳连忙上前迎战，然而对方实力强悍，几下就将弗琳打倒在地。发现入侵者的身份后，杀手又将目标转向了艾丽塔，一道声波攻击顿时将艾丽塔打翻当场。这种武器专门对内脏器官造成伤害，杀手毫不客气对艾丽塔展开严刑逼供。一旁的弗琳不顾一切挣脱了手铐，然而下一秒
他就被皮肤下的机械手指惊在原地，来不及思考，福林转身冲向杀手，两人再次扭打在了一起。艾丽塔看准时机夺路而逃，另一边落单的福林却被杀手狠狠地摔在墙上，最后杀手朝着脑袋扣动了扳机。回到现实的福林顿时头晕目眩，忍不住冲到门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。他惊恐万分，发誓再也不会去碰这款恶心的游戏。此后几天，福林昏昏沉沉躺在床上，却越发感觉事情的可疑。明明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是游戏卖点，可皮肤下面的机械手岂不是背道而驰？然而诡异的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这天正在打印店上班的福林收到一通奇怪电话，对方提醒他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，有一帮人已经接收悬赏赶去对付他们，想要活命就马上登录游戏。然而福林却认为对方在恶作剧，直接掐断了电话，还拉黑了对方。可接下来打印店里的机器全都不受控制工作起来，并不断重复着男人刚才的警告。与此同时，小镇的警长发现一群不明来历的大汉，他心生警惕，一路跟踪，却在一个转弯处发现2辆汽车凭空消失。就在他下车检查时，一辆隐形奥迪直接将他撞飞了出去。此时胆战心惊的福林将电话内容告诉给伯顿，在场的战友听说有人悬赏900万美刀刺杀2人，顿时哈哈大笑，但谨慎起见，还是放出了无人机进行探查，却不料竟发现一伙全副武装的歹徒正悄悄靠近。伯顿立马让福林回屋躲好，并跟战友继续制造围炉夜话的假象。然而下一秒，他们就黑掉了对方的无人机，并通过神经植入与战友开启联网模式。一有心算计无心，加上大家早已是无需多言的默契战友，一伙杀手还没看清目标就被伯顿等人消灭殆尽。最后2个漏网之鱼也被赶来的小黑一举拿下。为了弄清真相，福林不得不再次进入游戏，而这次他的角色不再是哥哥的样子，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全新打造。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福林忍不住凝视起来。而迎接他的人也从艾丽塔变成了威尔夫。福林这才得知艾丽塔已经失踪很久，威尔夫正是为了寻找艾丽塔的消息才找上的福林。但此刻福林更想知道为什么有人因为游戏要追杀自己全家。然而威尔夫接下来的话却彻底惊掉了福林的下巴。原来福林认为的超逼真游戏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，只不过这里有点特殊，它是70年后的伦敦，城市里到处耸立着高达1000米的巨型雕像，而人口数量却肉眼可见的急剧减少。巨型雕像往往象征着神力，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依靠科技已经达到了神明的高度？一切都让福林充满了疑惑，自己这是穿越到未来世界了吗？威尔夫却回答并不是，它不同于时间旅行，这仅仅是你的数据通过量子隧穿被传送了过来。为了获得福林的信任，威尔夫还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，福林的母亲将在4周内因脑癌去世。说着就拿出一份2032年印有讣告的报纸。不过威尔夫马上又安慰福林不必担心，因为在2099年治疗癌症几乎是小菜一碟。此刻他已经将药物发送到2032年的药房，现在估计已经通过3D 打印完成了制作。面对威尔夫的合作邀请，福林十分犹豫，但之后还将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追杀，这是他必须考虑的。醒来的福林看到哥哥和战友正在将尸体掩埋，而战友们也答应住下来担任保卫工作。福林在小黑的陪伴下来到镇上的药店，顺利取回了威尔夫发送的抗癌药物。此时他也从妈妈口中得知了病情恶化的消息，本来还在犹豫的福林此时已经退无可退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只来路不明的药剂身上。另一边，警官汤米巡逻时发现了漂浮在空中的咖啡杯，阴差阳错打开了杀手们留下的隐形汽车，顺着线索便找到了伯顿家。好在伯顿一番胡扯化险为夷，暂时支走了汤米。而此时福林已经再次进入游戏，登陆地点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后花园，眼前出现2只已经绝种的袋狼，都是通过基因培育训练成了家畜。而这栋豪宅的主人叫做列夫，正是他雇佣了艾丽塔和威尔夫，身后还有2名技术员艾什和奥西恩。像这种心随意动的纹身就是他的小把戏。在福林10万个为什么的求知欲下，列夫开始一一解答他的疑问。当你回到自己的时间桩后，化身会由人工智能控制，而所谓的时间桩就是我们相互接触后分叉出来的平行时间线。因为艾丽塔在研究所的职务关系，她可以访问你的时间桩。列夫收买艾丽塔后也得以造访过去，不过现在艾丽塔失踪了，而列夫造访过去的后门技术还不稳定。现在他迫切想要福林帮忙找回艾丽塔，这就引起了福林的好奇。你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去我们的世界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列夫表示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已，就像游戏一样。福林顿时感觉被冒犯了，我的家人和朋友在你们眼里都是游戏角色吗？列夫却忍不住反问，难道你一开始不也觉得2099年的伦敦只是一场仿真游戏吗？直到现在你也这么认为吧？福林一时语塞，竟不知如何回答，于是便追问威尔夫自己的妈妈多久才能痊愈。然而此刻得到的回答却不再是小菜一碟，原来那支抗癌药物的真实有效率只有57%。感觉被戏耍的福林气愤下线，正巧看到了汤米离开的背影。兄妹2人对眼前的局面一筹莫展，唯一不算坏消息的消息就是马上有25万美刀汇入账户。As soon as that hits my account, I'm gonna lose my Social Security. 于是让战友中上一张彩票就成为了最佳选择。然而上次的买药事件已经引起了黑帮头目的不满，显然这对兄妹就快要踩到老大的底线。晚上老大进入游戏，正想要好好放松一把，忽然研究所的杀手却黑进了游戏，并当场掏出1000万美刀让老大解决掉福林一家。老大当场就怒了。You think I'm a fool? 游戏里给我再多的钱有啥用？被搅了兴致的老大气愤下线。然而一转眼，他的手机就收到250万美刀的转账提醒。
到了深夜，福林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他一边打电话叫来伯顿，一边战战兢兢摸向了客厅，却发现是自己的妈妈正打开冰箱翻找食物，看来是药物发挥了作用，让妈妈恢复了健康。这顿时让兄妹俩喜极而泣，回想起来一切就好似一场梦，时而可怕，时而甜蜜。福林忍不住向闺蜜吐槽起遇到的这些怪事。来到工作的地方，没想到哥哥竟带着战友在这里打印武器，原来他用那笔钱买下了打印店。可当听到福林将所有事情告诉给闺蜜时，伯顿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因为闺蜜的老公正是黑老大的侄子。福林这么做显然没经过大脑考虑。就在此时，威尔夫那边邀请福林上线，而当福林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似乎刚刚还躺在一只盒子里面。艾什连忙打断了对话，因为又有人接下了悬赏任务，对方正是当地的黑老大皮克特。福林感觉事情不妙，要求赶紧送他回去，等事情安排妥当，他一定马上回来。得知消息的伯顿却波澜不惊，表示自己单手就能搞定皮克特。他来到酒吧，大摇大摆坐到皮克特对面，面对老奸巨猾的对手，伯顿直截了当提出了2个选择，要么敬酒，要么罚酒。第一个选择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伯顿会每周送给皮克特20万美刀。第二个选择，如果自己和家人有任何不测，那么皮克特将面临整个战队的追杀。下一秒，一把狙击枪从千米外直接打穿了皮克特的酒杯，他也终于意识到敬酒可比罚酒好吃多了。另一边，2099年的伦敦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卫雕像上，研究所的女 boss 正带着杀手俯瞰地面的城市。很显然，杀手的办事效率让光头女有些不满，她单手一挥，光滑的地面瞬间化成石粉，开始随风飘散。这几百米的高度摔下去必死无疑，然而光头女却凭空走过，强风吹起她的裙摆，预示着脚底的空洞。杀手看得愣在了当场。另一边，福林如约而至，再次登入游戏。这次他带着威尔夫开始复盘当天的行程，试图找到艾丽塔留下的蛛丝马迹。两人开启了一种有脑神经链接的感官共享模式。福林甚至能体验到威尔夫宿醉后的阵阵恶心，而威尔夫则从福林身上感到了浪漫的布鲁斯情调，轻轻滑动手指就能调节彼此的连接程度，这让他们分开行动也能如同并肩作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名巡逻警察盯上了福林，威尔夫一边赶去帮忙，一边请求艾什的支援。就在机器警察要逮捕福林前，威尔夫一把将其抱住，他解释道这是自己妻子的化身，他本人正在加拿大。为此两人还特意拥吻甜蜜一番。最后艾什及时更改了资料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另一边，光头女找来研究所的员工，他已经查到正是对方将机密透露给了艾丽塔。当员工喝下掺有信息素的蜂蜜水后，光头女释放密密麻麻的黄蜂，将叛徒活活折死。黑老大这边如期收到了伯顿的20万美刀，他若有所思，让侄子抽走一捆，其目的就是想让他老婆从福林口中多打探一些情报。皮克特预感到发生在兄妹身上的事情绝不简单，而在未来世界，福林终于顺着线索找到了当初那条小巷。随着墙壁再次拉开，他确定这就是艾丽塔的藏身之所。然而福林小心翼翼推门进入，却发现早就有人捷足先登来过了这里，似乎还经历了一场大战。两人走进那间手术室，发现地上的化身已经遗弃了许久，而福林则在屋子的角落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，那些模型和假人几乎跟他世界里的一模一样。另一边，威尔夫则找到了艾丽塔的植入物，恐怕他为了避免被追踪才取了下来。然而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瞬间，巨大的爆炸将他们震飞出去。正是杀手带着机器人再次追击而来。Welcome back, Miss Fisher. 威尔夫3两下就被机器人所制服，而福林刚一起身就被声波武器再次震飞出去。杀手得意地告诉福林，即使现在杀了你让游戏结束，但创伤的痕迹是会保留回去的。巨大的冲击让福林痛苦不堪，一旁的威尔夫捡起手术刀猛地扎进了机器人的脑袋。杀手一个分神，福林马上抓准时机展开绝地反击，他抢过声波武器对着杀手连开数枪，直到对方瘫倒在地。另一边，机器人的脑袋上却打开了一个窗口。She won't stop. Not till you're dead. 光头女冷冷地盯着眼前的一切，下一秒机器人猛然爬起，抽出黑色长刀，毫不犹豫砍向了杀手。随着福林轰出最后一击，光头女也彻底失去了前方的视野。回到家里的福林身心俱疲，却在洗脸时发现左眼充血红肿，右手更是不受控制地将牙膏捏扁。下一秒，他就在伯顿眼前失去神智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浑身抽搐的福林顿时把伯顿吓得半死，他连忙将妹妹送到诊所进行了检查，然而医生却没有查到丝毫的异常。但伯顿清楚这必定跟那只脑机设备有关，他禁止福林继续游戏，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去找出真相。但战友却不赞成伯顿的做法，因为福林现在的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旁的小黑却听明白了，里面能有一副货真价实的完整身体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？很快，小黑便来到了未来世界，还进入了福林的化身中。艾什马上发现了对方不是福林。Who the fuck are you? 奔跑跳跃的感觉简直棒极了，小黑兴奋地冲了出去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跨过大门时，艾什却夺回了化身的控制权，这让小黑颇有一种浅尝辄止的郁闷感。第二天，福林跑来一起商量着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。
伯顿突然换成另一个思路，询问弗林如果这就是一场游戏该怎么玩。弗林毫不犹豫表示只要打破脚本，跟他们的预判反着来就行，这样就能搞清规则，获得主动权。被点醒的弗林不再犹豫，决定再次进入游戏，因为艾丽塔曾说过，她剩下的寿命不超过10年，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，她必须马上弄清即将发生的一切。回到未来世界，弗林要求艾什准备2具化身，分别给伯顿和小黑。接着他同样不顾一切向外走去。每个玩家都有各自的专长，有成长型、探索型、杀手型，而自己就是探索型。是时候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了。与此同时，双方的黑客都在试图争夺这具化身的控制权。当威尔夫接到消息赶往2人身边时，他们已经来到了郊外的博物馆。从艾什口中得知，这场世界末日被称为重大奖，80%的人口因此而消失。What is this? Our past, your future. A museum of sorts. 2039年开启了文明毁灭的临界点，在这之后世界一泻千里，末日之势无法阻挡。北美电网遭到黑客攻击，长达数月的停电遍及整个大陆。此后这种现象在全球越演越烈。2041年疫病大流行，被称为血之瘟疫的现状病毒攻击内脏，紧接着又是环境灾难、干旱、饥饿、抗生素失效，随后农业大减产，人口数锐减，40年左右死去了70亿人，直到一场巨大的核爆炸最终摧毁了人类文明。一瞬间，弗林的心情变得无比沉重。距离世界末日还有7年的时间，他不知道艾丽塔交给自己的东西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，那是否能改变2个世界的发展？唯一肯定的是，各大巨头绝不会对此袖手旁观。边缘世界前4集的剧情也就此完结，后续内容咱们将在每周5同步更新，感兴趣的宝子们记得点赞关注。